巴赫穆特争夺战后，美、英、俄、欧都对乌克兰的未来命运做出安排，而中国给的机会，谁也没抓住。大家好，我是吕哲。自巴赫穆特失守之后，美欧等国关于乌克兰局势的分歧愈发明显。关于是否继续军援让乌克兰发起反攻行动呢，还是促进乌克兰和谈停火，他们很纠结，都各自对乌克兰今后的命运做了一番安排。看英国，首相苏纳克公开表态拒绝停火呼吁，声称停火不能为乌克兰带来公平持久的和平，而英国以及西方盟友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乌克兰应该继续战斗。这话说的好像是英国和俄罗斯要开战啊，这并不是什么建议，更像是在命令乌克兰。英国做出这样的表态并不让人意外，煽动这场俄乌冲突啊，美国和英国的作用几乎是相当的。而英国也是在冲突期间持续冲在煽风点火第一线的，好些对俄罗斯的制裁啊、禁令以及对乌克兰方面的支援，都是英国和美国一手策划的。就在前不久，英国还向乌克兰援助了贫铀弹啊，这也是想让俄乌两国同归于尽。这就是英国惯用100年的离岸制衡政策，牵制欧洲和俄罗斯。这也难怪俄罗斯杜马之前的表态啊，说一旦核战开始，首先瞄准伦敦。至于欧盟的态度，内部分歧就更大了。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呢，一边是积极回应促进和谈，而另一边又不得不被裹挟着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各类武器援助和舆论支持。你说吧，不停火的话呢，不利于缓解能源危机、通胀问题；而停火的话，欧洲又得继续面临俄罗斯和美国的双方压力。而最近丹麦似乎也想掺和一脚啊，丹麦提议召开乌克兰和谈会议啊，但他们认为需要印度、中国和巴西等国参与。但丹麦是北约国家啊，他说什么俄罗斯是不会信的，所以聊来聊去，最终肯定是得聊个寂寞。而他们也想借中国的影响力，试图想让在会谈上来打压一下俄罗斯。我说啊，丹麦如果有这个功夫啊，还不如先说说北溪管道这个调查结果呢。不过啊，在欧盟当中还有一股清流，那就是匈牙利了啊。那冲突以来呢，它是一直阻止欧盟对俄制裁，拒绝掺和俄乌冲突。就在最近，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还再次表态，乌克兰赢不了的，与其卷入战争，还不如支持和谈。这是大实话，但是在欧盟啊，注定是少数的声音。而另一边，北约更是耍人玩的意思了啊。近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态，如果乌克兰不获胜，成为北约成员国的可能性是0的啊，我们不需要讨论。你说之前还能画大饼冲击一下，现在连装都不装了。乌克兰如果能打赢俄罗斯，还加入你北约干嘛呀？美国虽然一如既往的对乌克兰表示支持，但是美国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已经进入乌克兰了，已经开始打包主权资产，为乌克兰债务违约做准备。这不仅是要打到剩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这还要榨干乌克兰最后一滴血汗啊！最后就是俄罗斯的态度。之前俄罗斯对于基辅当局的谈判还是持积极态度的，但是最近也不想谈了。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直接说，根本没必要和一个外部治理下的半腐朽国家进行谈判，只有和他的华盛顿主人谈判才有用。从各方的表态来看，基辅已经彻底没有了说话的余地，只剩中国还重视基辅在桌上谈判的机会和权利，但是基辅没有抓住机会，自始至终，乌克兰的命运都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好，这一期的吕哲观察就是这样的内容。如果喜欢，欢迎点赞、留言、转发。吕哲观察今天就是这样。